哎，你这个地方太不好找了，怎样？抢，有不抢？好好好好好。哎，嘿，兄弟，哎呦，找你好久了，哈哈。警察，别动！哎，说，看，走。手轻点，老实点。小谢，啊，现在应该叫韩总了。这是各大分公司的财务报表，除了大盛运输目前还在查封状态，其他公司都正常运行。你先看着，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。辛苦了，多亏有你在，公司还能开门，员工还能上班。应该的，韩总待我不薄。当初我从南方回来，创业失败，若不是韩总拉我一把，我现在还说不定在哪儿打螺丝呢。即使他现在不在了，我也一定会帮他把公司照顾好。哦，对了，这间办公室是韩总的，刚解封你就到了，还没来得及收拾。你看有没有什么忌讳？要不要找人调一下风水，或者换一间办公室？不用，我是警察，命硬得很。更何况，我爸待过的地方，我会更有斗志。行，那你先看着，
有什么事情直接找你的秘书小李就好。爸，这些年你在这儿都做了些什么？到底应该从哪里找起呢？你说过，最笨的法子就是最有用的法子。我们开始吧。夏先生，是我。我感觉三马虎快要绷不住了，随时要爆发，准备去拼命了。那就拼吧。可您不是说时机不成熟，再等等。计划不如变化，不过也好。你先去陪着他，今天晚上我会给他打电话，告诉他该怎么做。好，明白。韩总，有事儿？我翻了翻材料，看不太懂。我可以看一下公司最近的财务报表吗？可以更直观地了解一下公司的财务状况。我让会计拿给你。我问过他们了，他们说月底要关账，得下个月才行。你有备份吗？有，稍等一下。都在这儿了，有什么看不懂的，随时问我。谢谢。马家村，是的，三马虎是你什么人啊？我老叔，也是我偶像。最近见过没有？没有。讲明白再说，见过没？你非说我见过也行，我就是不知道人在哪。警官，这么说行不行啊？小子，知道我谁吗？土大，听说过吧？知道你们马家村的人带种惹不起，告诉你，10年前就可以踏平你们，现在依然可以。好好想想，想明白了再说。啊，涂大，涂大，哎，涂大，晚上呢，我想请您和一大队兄弟们聚个餐，您看行吗？我没别的意思啊。现在局里决定并案调查了，那三把火就是我们共同目标嘛。您和三把火斗了20多年了，您是前辈啊，抓毒还行，但是对付三马虎这种老贼，还得向您请教。行，今晚7点，地点我定，钱你出。好。委员，吃口饭吧。狗娘养的，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。我现在怀疑，这个姓姜的是个骗子。喂，哎，姜先生，哎呀，总算等到您电话了。白天的事情我知道啦，那就做喽。府爷，我提醒你一句，在下同渡屠洪江是大事。他是白道的行者，黑道的无常。如果要动，就要彻底搞定喽。万万不能拖泥带水留后路，要么一击毙命，要么
玉石俱焚喽。明白。太好了，江先生，有您的支持，我这次新账老账，我跟他一块算，就更有把握了。其实呢，我有一个更完善、更有把握的计划。今天的突发事件就是天意，那我们就顺应天意，明天搞定他。府爷，我再提醒你一句，万万不可冲动，一切按照我的计划进行。如果中间不出意外的话，我会在计划的终点，也就是你杀死屠洪江的地方等你哦。江先生，您鼎力相助，在下没齿难忘，期待着跟您见面。小子，不对，站队啊！别，论岁数，你应该叫我叔；论辈分，咱俩是同辈。你爸是我师傅，他教了我很多东西。做人，做事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。我知道有时候啊，你瞧不起我那些手段，我不跟你计较。时代不同了嘛，面对的人和事都不一样。但是不管什么时候、什么时代，你爸就是你爸，我师傅就是我师傅。做不了，我记住了。这都收的什么钱啊？三马虎怎么也在里面？爸爸，
这个账本肯定有问题。好了，大家都回去啊，明天还干活呢，都回去。要不我送你？哎呀，不用，夏农这个地方，我闭着眼睛都知道怎么走。回去吧。那我走了。你们走吧，我送师傅了。再见。师傅，我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好，师傅慢点啊。嗯。你又先跑。哇！怎么回事？怎么骑的车啊？这么宽的路，往这儿扎？虎爷让我给你带句话，明天 T766硬座舰，是爷们儿就自己来。告诉他，我准时到。明天大场面，我是不是得干点什么呀？磨刀等人，你不用管屠洪江，只盯三马虎。他能不能杀死屠洪江不重要，你有没有机会接手夏同的生意更重要。明白，谢谢江先生。你说的对，愿赌服输，有我没他。明天我和三马虎只会有一个人来见你。老豆，直接带审讯室吧。别，先看看这儿吧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我是做动物保护的，卓凯在他微博上捏造了谣言，说我们收养的猫咪感染了不知名的病毒，也不知道是哪个丧心病狂的人信了他的话，跑到我们猫舍来投毒，把一半的猫咪都毒死了。小黑，对不起，死了还要让你受这样的苦。要是不这样的话，就不能给兄弟姐妹们报仇了。我是做工程的，卓凯跟老板串通好了陷害我们，说工程材料不合格，几十个兄弟辛辛苦苦忙活了半年，一分钱都没拿到。我真名叫廖志勇。半年前，卓凯在网上发布了一篇文章，说北疆大学博士廖进论文造假。那个人是我哥哥。我叫陈阿弟，我儿子去卓凯在网上推荐的医院看病，最后耽搁了治疗。老板回来了，饭菜都已经做好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王老师，这个群的组织者是谁啊？是我。原因就不用我说了吧。如果不是因为他，咱们两个如今面对面坐着，该谈论的是孩子的婚事。佳佳的母亲去世的早，我又一直在海外工作，没有好好照顾她。佳佳去世以后，我就一直想着能为她做些什么。
所以用这种办法报复卓凯，就是您为他做的。这群人，你们都看到了吧？都是些被欺负惯了的老实人。说实话，谁也没有想到他会自杀，但可能是因为他作恶太多，这一年在他的身上被激发的反应，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。但是方老师，您最终还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法律责任。作为一个公民，我知道我做的事触犯了法律，可是作为一个父亲，我不得不这么做。卓凯死了，我要负法律责任。可是我女儿佳佳的死呢？谁来替她主持公道？死者身份没确定，现在呢已经让交警队去查这车主信息了，应该很快就能有消息。哎，这水石味儿特大，你带上点吧。幸亏有人打鱼发现了，要不然这人白死了。你先量一下，动作轻点啊。姚天晓，哎，什么情况？巨人观，全身青紫肿胀。头发部分脱落，泡了应该超过1周了。死因查了吗？死者脖子上有很明显的勒痕，应该是被人勒死的，而且死者的内衣也不见了。没错，和啸天的手法很像。落水地点在哪儿？上面。就是这儿，这个车啊，应该就是从这儿推下去的。你看到那个石头上的痕迹了吗？是这个车托底之后，上面那个机油留在上面了。这个水库10多天前放了一次水，所以那车就给冲下边去了。你说10多天前啊？那不就是这月初吗？对啊。我是怀疑还是萧田干的。时间和作案手法都对得上，有可能。哎，拿个证物袋过来。先行个体商户，因为聘用聋哑人还收过表彰，所以给他开车的那个也是个聋哑人。对啊。聋哑人跟外界交流少，容易控制啊。周游10几年，天天就在超市坐着，没案底，没跟人红过眼，没老婆，没孩子，我甚至没看他抽过1根烟。这样一个人，确实很难让人联想到他跟毒品有什么联系。川哥，这我就不理解了。你说一个人要想过这样的日子，那他开个超市不就够了吗？干嘛还要贩毒啊？那贩毒不就是为了花天酒地，享受荣华富贵吗？如果师傅还活着，他应该知道答案。
杨老师，请进。欢迎。好。您是买的，也不知道合不合适。谢谢。送你的，你应该会喜欢。谢谢。请进。你家的装修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。你想象的是什么样子？比我想象的更温暖。我平时得给人感觉多冰冷。这你得问问云浩了。坐吧，袁老师。谢谢。袁老师，一直说要一起吃个饭，但想来想去，也没想好要吃什么，于是就选择了一个自己熟悉的亲自下厨来表达谢意。你不会觉得太唐突吧？当然不会，谢谢你。来，你尝尝这个，看看是不是合你的口味。很好吃。你准备这几道菜肯定用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吧？还是觉得亲自动手更有诚意。下次我可以来帮你。其实我是担心你的身体。我觉得现在你身边可能需要一个人了。哪有那么严重？袁老师，你来尝尝这个牛排。你喜欢哪一种调料？我都可以。袁老师，有些话以前没跟你说过。我妈就是得这个病去世的。那个时候我还在上中学，后来上了警校。我爸再婚后就搬去广州了，这么多年，一个人也过惯了。我能理解你的感受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也想，如果身边真的有个懂你的人，也许一切就会不一样了呢。对不起，袁老师，我们可能只能做朋友。我的意思是，我现在的状况，我真的不想打扰和连累任何人。但是对于我来说，你的病根本就不是阻碍。
时间不允许我再有更多涉世的想法。我必须去做完一个警察该去完成的事情。对不起。这几天他也没有什么异常举动。那么老实，那是毒品是哪来的呢？他会不会在自己家里制毒？朋友，这是制毒，你当崩爆饼花呢？原材料、设备、人工，包括副产品处理，都不可能在家能完成。而且，就他这楼里都是人，邻居闻到味儿早就报警了，还能轮到咱们厂了？那就邪门了，他哪儿都没去啊。这样吧，今天晚上你继续跟着，我去超市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。他那个超市有监控。知道，监控我查过了，前门那块有盲区，照不到后面他的办公室。哦，行吧，那你小心点儿，管好你自己吧。我没问题，放心吧。东子，跟上。川哥，周游回家了。挺好。你放心吧，我就在他对面。
队长，今天我去医院，医生说其实萧田的状况恢复的还挺好的，他的第二人格没再出现过。但是咱们这个案子还要不要激发他的第二人格？算了，先别去打扰他了。我以为我会恨他的，但是我今天没有看到那个伤害李东的人。希望那个犯罪的人格永远消失，这不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？哎，太巧了啊！这交通队刚送过来的资料，这车主居然是王丹玲。王丹玲，这中介嘛，给卓凯租房子那个。哦，家属来确认了吗？这前夫带着孩子刚从外地赶过来，这是楼下认尸呢。又是个离婚的，人家这个离了好几年了。家属没走吧？没呢，楼下办手续呢。你好，我是刑侦支队的，你是王丹玲的丈夫吧？前夫。我能跟您单独聊几句吗？好。我回家了。哎，你在车里等我吧啊。你们离婚多长时间了？6年了，孩子那会儿读3年级。后来孩子一直跟着他妈妈住。孩子念寄宿学校，完了周末有时候来我这儿，大部分时间都跟他妈妈。你平时来往多吗？除了孩子的事儿不联系。那你怎么发现他失踪的呀？孩子在学校惹事儿了，完了打电话给他妈联系不到，就找我了。后来孩子说他妈妈好几天没回家了，觉得奇怪，就打电话报警了。哎，那以你的了解，他平时得罪过什么人吗？他脾气不好，基本上全吵过架，领导、客户、邻居，全都吵过。你们离婚的原因是什么？他外面有人了。这是你猜的还是你有证据？他跟我摊的牌是一个地产销售。那你们离婚也是在本市办的吧？那不是，是在他老家。川哥来了。我昨天来看了他们的监控录像，每隔2天他们会关掉一次，所以大飞就会在这一天把货取走。这就奇怪了，这1周咱们一直盯着他们，他们什么时候把毒品上架的？周游这个老狐狸，狡猾得很，很可能他回来就把车换了。你准备好了？走。川哥，这条线咱们现在都已经摸透了，咱们干嘛不报警呀？让警察也出点力，把他们一锅端了。我们现在证据还不够充分，一旦打草惊蛇，我们之前的工作就白做了。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咱们撤。撤。看那俩人了吗？啊，他们是2大队警察。这么多人，我投降。就等你了。现场的尸检结果已经出来了。怎么样？死者的鼻腔、呼吸道、肺部都没有明显积水，也就是说他在入水之前已经没有呼吸了。
而颈部肌肉群有一条皮下出血造成的红斑。也是网球拍线勒的吗？相关纤维已经提取不到了，但从形态上判断十分相似，而且血液中也检出了棉乃宁的成分。这不就是萧田吗？但是萧田那个案子受害人都是因为女方出轨啊，这是吗？刚才在楼下问了王丹玲的前夫，他们离婚确实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全对上了。不过王丹玲离婚不是在9周，也不是近期，这跟萧田之前作案选择的对象范围不太一致。那萧田获取目标的方法也不见得只从民政局啊，万一他租房子的时候碰见他了，直接……我担心的就是这个。不过像你说的，那除了王丹玲，会不会还有其他受害人？哎呀，那队长，我有条新的线索。我调取了王丹玲的通话记录，发现她最后一次通话是在9月5号的上午，所以说她有可能是在当天被害的。9月5号，那萧田已经归案了呀？没错。我的妈呀！这是又出了个萧田2.0吗？通话记录还有什么可疑线索吗？大部分都是他的客户，还有许健和他的女儿的老师打来的。啊，你们看这个啊，有一通电话在8月27号到9月5号之间和王丹玲通话的数字。实名？没有，现在这电话已经打不通了。如果这是凶手的电话，那完全和萧田的套路一样。看来是有人在故意模仿萧田的作案手法。这样啊，你帮我回忆一下，王丹玲最近有什么异常吗？这个没注意。豆婶儿，案发前一天，王丹玲的通讯记录我已经发过去了。哦，你收到了哈。那你看看这些电话号码有不熟悉的吗？这些号码都是我们系统上登记的客户。全是客户。就是这个尾号1781的没查到，我估计这是玲姐自己的客户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自己的客户啊？就是玲姐维护的房源，经常过几天就说房东不租了。你说这么巧的事儿，你信吗？那他失踪那天最后去哪儿了？你知道吗？具体去什么地方就不清楚了。不过我记得他回公司拿钥匙，然后说带客户去蔡家沟看房。哦，蔡家沟。行。那谢谢您啊，哎，再见。和案发地点吻合。杀邱鑫的嫌疑人，2大队昨天抓的。邢宇森，外号长毛。根据他的口供，那个叫刘伟的司机也是他弄死的。那这资料怎么会在你这儿？在他车上搜出来1000克冰，资料就通到我这儿来了。刘伟、邱鑫都是他杀的，还涉毒。那程队长的事八成跟他也有关系。所以这不赶紧跟你说一声。他交代同伙了吗？据说他后台是个女的，叫韩文啊，就她，长兴路开酒吧的。这人谁？这是他上家，他们在洗浴中心交货的时候见过面。他也不知道他是真的。如果有这人的进一步消息，跟我说一声。OK。队长。进来。啊，老豆带回来的那颗扣子啊，我查了一下，是欧洲的一个设计师品牌，挺小众的，反正在咱们这边没有直营店。那指纹呢？
污染的挺严重的，没提取到什么有效的信息。哦，对了，我找到了王丹玲她女儿的微博。9月5号上午的时候，她发了一张自拍，我看环境应该是在她妈妈车里。9月5号，开学了。嗯，应该是去学校吧。这是你9月5号那天发的一个微博，你这张自拍是在哪儿拍的？车上，我妈送我去学校。根据我们的调查，9月5号那天也是你妈妈遇害的时间。为了能尽快找到凶手，请你回忆一下那天妈妈有什么和往常不一样。好像也没什么不一样。哦，他说他那天要接一个客户，准备带他去看房。行了，你在这下吧啊，这还没到学校呢，就有200米路了，不能自己走啊。哎呦，妈妈得在这等客户。行了行了啊，中午带你吃好吃的，行不行？啊？学校老实点啊，别给我惹麻烦。听见没？跟你说话呢。回家了。啰嗦。拜拜。那个人长什么样？你看见了吗？车后窗玻璃是黑色的，从外面看根本看不清东西。男的女的？好像是个女的。老爷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好想你啊！妈妈也好想你。我现在都会弹钢琴了，你想不想听？我弹给你听。秦先生，就算为了您的孙女儿，也配合一下吧。这么做对川儿太不仗义了。人已经死了，就算给他定罪，对他也没有任何的伤害。可是你的情况，你女儿都已经告诉我了。你们父女一场不容易，她就想有个机会能够好好的陪陪你，给你养老。难得的一篇消息的。您只要在这上面签字，我们就可以申诉了。川儿，要是有下辈子，我给你做牛做马。袁小姐，你们之前递交的材料已经通过审核了，这是提前通知。这么快？这个项目最近一直都在提速。再说了，像袁小姐这样的艺术人才，对于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想要争取的。那我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准备。体检通过后1个月内都可以到大使馆贴签，不出意外的话就可以登录激活身份了。那谢谢你了，我尽快安排体检。别客气，有问题随时联系我就行。袁老师，乐乐，袁老师好。乐乐，你先去练一会儿，一会儿给老师回课。那袁老师，乐乐先待着，我去进个货。您留步。什么事儿？
乐乐学得很快，他很有天分。啊，钢琴的事我也不懂，我就看乐乐最近心情好多了，我也得谢谢你。我接下来可能要出国了，所以我希望你给乐乐再找一个老师，让他坚持下去。出国？你好好的怎么出国呢？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。其实之前就决定了，只是最近申请下来了。那你跟骆队长……啊，云浩跟我闲聊的时候说过这个事儿，说觉得你们俩挺配的。我们就是朋友。我感觉云浩还挺希望你们再往前走一步。感情的事儿，咱们还是要讲个缘分。是啊，没有缘分，再好的人也留不住。行，那我先撤了。报，说。王丹玲同事说，失踪前，王丹玲带人去蔡家沟看房，案发那地儿呢，再往前就是蔡家沟。时间跟田花查到的通话记录也能对。如果这个人是凶手的话，应该是早有预谋。我这儿有个电话进来，我先挂了啊。喂。喂，是骆先生吗？哎，我是，你哪位？啊，我这里是人民医院。骆先生，是这样，有位女士晕倒了，她身上呢只有你的联系方式，看你能不能马上过来一趟。是陈大夫吧？哎，是。刚才是您给我打的电话。啊，你是病人家属？哦，我不是。哦，那赶紧叫他家属过来。病人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慢性髓系白血病，现在病情非常危急，需要找到他的亲属来给他做干细胞移植，那就麻烦你联系一下他们。人亲属是吧？直系亲属，这样配型成功的几率最高。他到底有没有亲属？